大家好，我是小酱汁。正文开始前，麻烦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我定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。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10大不吉利手相，有反抗线的人多半一事无成。手相好不好，关乎个人发展和命运。关于吉祥的手相，多数人都有所了解，但却极少会接触到不吉利的手相。看看这10大不吉利手相，比起拥有吉祥手相，还不如祈祷不要有这些不吉利的手相。1. 事业线长直。事业线长直又起于掌底中央的人，不愁没有收入，但却没有在家享清福的命。这种人一生奋斗努力，也是比较亲力亲为的劳碌命。倘若太阳线不秀丽，事业线却长直起于掌底，则多只能有养家的收入，难以有丰厚的收入。2. 智慧线折断、破碎或过分弯垂。智慧线折断、破碎代表思想凌乱，没有条理，目的不明，幻想过多，不满现实，但又懒于去寻找出路。这样的人常常有令人难以忍受的剧烈头痛，甚至会因头痛剧增而致后颈、肩膊、后背的上半部都疼痛异常，压根无法安心工作。3. 事业线起于生命线。事业线起于生命线，多数职业者。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能干又努力，但另一半给的帮助不大，不管是事业还是家庭地位，都需要靠自身去努力争取才可得到。4. 婚姻线出现一上一下。若手相出现婚姻线一上一下的人，表示一生容易被烂桃花干扰，可能会有桃色事件发生，想要经营好感情很难，而在中年时还容易出现婚变，导致家破人亡。5. 手上有反抗线。手上有反抗线的人从来不会接受别人的命令，也不喜欢听他人指示，尤其是反抗线很长的人，一旦被束缚，就会引起他们的反抗。这种手相的人喜欢辩论，不肯认输。倘若有2条反抗线，更加是容易一事无成的手相。6. 冲天文压事业线。冲天文压事业线的人在青年时期会比较顺利，但中年后会开始在风风雨雨中走下坡。女生的话，尤其是婚姻不美满，容易离婚再嫁，并且这类女人是比较有主见的，事业心也强。倘若老公可以宽容包容她们，则是最好的。7. 断掌。断掌的女生一向被认为是克夫，这是古时候认为的克夫手相。拥有断掌手相的人个性固执，决定力强，非要达到目的不可。在婚姻上也会因为太过强势、太固执，容易给老公带来压力，影响夫妻感情。8. 智慧线幼弱。智慧线过分幼弱的人会长期过分内向、羞怯、拘谨、困窘、畏惧，凡事都很难让人放心，在处事过程中害怕批评，更害怕自己在无意中得罪人，导致会不断的退缩而缺乏进取之心，非常缺乏斗志，可以说是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9. 婚姻线呈格子状。婚姻线呈格子状的手相是非常不吉利的，意味着这个人的婚姻起伏很大，会被很多烂桃花干扰。若是未婚者难遇到良缘，已婚的则是中年容易出现婚变，即便是工作上也容易遇到小人，生活上尽是不如意的事。10. 多重婚姻的不好手相。小指第3关节线条至感情线之间有2条结合线，平均分成3份，同时左右2手均同样有此线的人，表示会再度做新郎。当然，如分居多年的夫妻再度复合为夫妇生活时，也会出现这种线条，而结婚后与另一人再婚的也是属于这类。这10大不吉利手相，想必谁都不想拥有吧。
人一生的富贵运势尽在这手掌之中。今天就讲述到这里，如果喜欢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酱汁。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算命大师无意透露超选手相大全，3分钟学会。1. 生命线。生命线即生命纹，从大拇指与食指中间的掌边开始往底走的纹路。生命纹的长短并不代表寿命的长短，而是代表生命力的强弱，所以生命纹其实应该叫做生命力纹。生命纹长、深、红润的，生命力强，对疾病的抵抗力强，不容易生病。相反，如果纹浅弱就比较衰弱，纹粗的适合劳动或运动，纹细的适合用脑。生命纹包围的掌丘范围大的也是精力充沛，范围小的容易羸弱，容易疲倦。生命线开头靠掌边有链形纹的，儿童时期体弱多病；生命线尾端有如流苏，要防老人病。生命纹上有岛纹，代表着某一时间生病或住院。岛纹大小代表病情的轻重与时间长短。2. 智能线。智能线及脑纹是掌相中最重要的一纹。中国手相中，此纹代表自己，又称为人纹。起点与生命线相同，向小指方向走，至无名指与小指指缝中间停留最好。太短不够聪明，太长则精明过度，亦不好。脑纹以深细为佳，代表思想能够集中。头脑聪明，脑纹上有岛纹，就表示思想不集中，记忆力弱或脑部受挫。脑纹起点有链形，外在环境影响求学。智能纹与生命纹起点一起，两纹合为一，一段距离后才分开，表示内向、谨慎、考虑周详。连得太长则多虑，容易犹豫不决。如果生命线和智能线起点一起，随后马上分开走，个性果断，能随机应变。如果两线分开有距离，是大胆外强的个性，天不怕地不怕。如果两线起点分开超过半公分以上，就成莽撞不经大脑的个性了。3. 感情线。感情线即天纹或腹纹，从小指下掌边向食指方向走，以走入食指与中指缝为中庸。若一直前进至食指下，属于心灵之欲，较注重精神的爱；进入中指下面，属情欲之爱，并不注重海誓山盟。如果在中指下往下弯，就爱的任性，不择手段。若感情线长，而且有分叉往下弯，则是舍一切为情牺牲。感情线深细的，感情也细腻；感情线粗浅的，感情也粗放。感情线头端掌边如果上下都有像羽毛状的斜纹，表示这人很热情。若线下没羽毛纹，只有线上有，那是机智线，表示反应好，能随机应变。感情纹如果是链形，多愁善感；感情纹有岛形状，如出现在无名指下，代表眼睛有问题，近视、弱视或散光。若岛纹出现在其他位置，是感情上的困扰，感情线断裂，象征感情受到很大的挫折。4. 婚姻线。婚姻线在小指下的掌边，介于小指和感情纹之间。有的人只有一条，有的人则有数条纹。数目并不重要，总会有一条较深的纹。如果有2条一样深，就怕会容易陷入三角纠纷。若婚姻纹超过6条，而且找不出主线，则婚姻关系较乱。婚姻纹长，择偶条件苛，对配偶的要求也高，婚姻上会有压力。若长到无名指下并接触太阳线，可有好亲家，带来财富声望；若冲破太阳线，则有负面效果，以至于影响声望和财富。婚姻纹尾部如果分叉，容易分手，
有岛纹则可能因某种原因分居。婚姻线为不相上翘，缺乏结婚的意愿。5. 事业线。事业线是从手掌底部往上升的纹，有的人可以直抵中指根部，也可以称为命运纹。有的事业线不是一条直纹，而是断断续续好几条，表示工作不稳定或经常变更工作环境。事业纹升到脑纹、智能线就停止，表示是由自己智能决定而停止工作。如果升到岛纹而停止，则表示是因感情问题而停止工作。有两条事业纹可以兼职或发展另一副业。6. 太阳线。太阳线在无名指下的直纹与事业线平行，若太阳纹呈双线，则称声望纹，表示太阳纹如果越多，兴趣越广泛，更容易分散精力不专注。太阳纹有岛纹或像十字形，都是破坏太阳纹，代表声望或金钱的损失。7. 健康线。健康线即一条从小指下面向生命线走，其实是不健康纹，因为没有健康纹的才健康。健康纹如果断断续续，表示肠胃消化不良；如果有链状，是呼吸系统的毛病；若有岛纹，在纹的头端是咽喉或头部问题，在线尾则是泌尿问题。8. 创作线。创作线在无名指和小指指缝下斜的两条纹，表示这人有研究创作的才能，可以从事研究或写作，绘画一定有成就。9. 财富纹。财富线在大拇指的第二节，不论横纹或直。真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有通天纹，富贵自天来。天数有道，万物有变之无穷。天地运行有其规则，但其万物有其规律。手相之术虽然历经千年风霜，至今之规则也是皮表。在手相中有一种掌纹被称为通天纹，据说有此掌纹的人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。那么通天纹真的能够通灵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但是你可以看看身边的成功人士，80%以上都有这种通天的纹路。那么通天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1. 什么是通天纹？通天纹顾名思义就是具有通天本领的纹路，因此通天纹也叫做神秘线、灵感线等等，即从月丘下部开始延伸到中指下方的一条曲线掌纹。中指下方为先天乾卦位，月丘为后天乾卦位，八卦类象中乾为天，故此掌纹被称为通天纹。手中长有通天纹的人，不仅第六感强烈，而且往往能与天地沟通。2. 手有通天纹10个9个能，是真的吗？民间相理学认为，一个人的手有通天纹，那么这个人的第六感会很强，能够抓住很多机会，从而使得自己事业发展，让自己吃穿不愁，本事非常大，会成为能人，有所成就。3. 有通天纹的人命运如何？ 1. 第六感很强。如果一个人手有通天纹，那么这个人的第六感一般都会很强，也就是说，这种人能够感知得到很多东西，不管是鬼神还是人的内心，这种人都是会有比其他人更敏锐的感知的。也就是因为这一点，手有通天纹的人才会显得比较的与众不同。2. 能抓住机会。现实中手有通天纹的人通常都是能够抓住很多机会的，之所以可以如此，主要就是因为其感知能力很强，所以一旦遇到了很好的机会，其自然也是会比周围的人更加容易感觉得出来了，这样一来也就能自然地抓住好机会，辉煌腾达。3. 事业运很好。通天纹的手相还可以助旺一个人的事业运势，让他们在事业上的发展非常的顺利。他们祖辈的运势很好，因此他们可以在祖辈的帮助下，在贵人的辅佐下成就一番事业。甚至有通天纹手相的人还可以白手起家，事业成就很高等等。
所以男人有通天文的手相必定是个事业有成、社会地位很高的人。4. 财运不错。另外，根据手相学中的说法，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之中有通天文的手纹，那么这种手相特征的人命中财富不得了啊。通常来说，有通天文手相的人，他们天生的财运就十分的旺盛，总是可以吸引到财富，总是可以得到更多的金钱，在求财方面的运势也是顺风顺水。所以通常来说，通天文手相的人是个富贵之人，命中的财富很多哦，一辈子都不缺钱花呢。但是通天文必须要笔直，而且周围的散纹比较少，财运才会好。如果旁边有很多的杂纹，会相互影响，甚至出现破财的格局。5. 吃穿不愁。因为每一次有机会路过的时候，手有通天文的人都会感知得到，并且可以抓住机会，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。所以最终一个手有通天文的人基本上都是吃喝不愁的，其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，能够让自己生活得很顺利。6. 有通天文的女人旺夫。最后，通天文的手相对于女人来说也是非常吉利的哦。一般来说，有通天文手相的人可以帮助旺夫运，给丈夫带来很多的好运，给夫家带来福气等等。所以通天文是非常难得、非常富贵的手相特征之一哦。4. 通天文在不同手上的命运如何？ 1. 左手有通天文。如果你的左手手相中出现通天文，这种手纹说明你的家境好，家庭背景好，家里有钱。简而言之，这种手相特点的人一般会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，祖上是成功的人，家庭基础深厚，社会地位较高。同样如此，具有手相特点的人，他们在事业上可以得到许多人的帮助，不仅可以得到父母的护驾，还可以得到祖辈人脉的支持，他们对贵人的运势很有信心。因此，左手有通天文手相的人，大体事业上一定会成功，事业成就也会很高。相反，左手有通天文手相的人，一生也从未为金钱烦恼过，因为他们一生都不缺钱花哟。看得出来，这类手相特征的人根本就不富裕。简而言之，左手有通天文手相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，而且自身能力也不差，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成就。2. 右手有通天文。众所周知，在手相学中，左手代表我们的先天运势，而右手则代表我们后天的运势变化。因此，从右手相位来说，大部分时间是可以推测我们后天的运势变化的。如果你的右手手相出现通天文，那么这种手相代表的也不一定是你早年的富裕，也许你也没有出现在富裕家庭，你的家境也不富裕哦。而右手有此纹路的人，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，通过自己的毅力与奋斗发家致富，白手起家。由于具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，嗅觉非常灵敏，头脑灵活，反应能力很强，在商场交际方面都很在行，所以右手有通天文手相的人，能在往后的人生中拼凑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。事业成功了，还能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，以后的日子里也不会缺钱花。基本上有手相特征的人都会很有钱。3. 双手有通天文。双手有通天文的人是两只手都具有通天文的手相，具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前世是大善人，今世有神灵庇佑，因此这辈子会有福报，不管从事什么事情都会有贵人相助，从而大有作为。相术有云，双手通天文者绝少见，有之者心硬手辣，大事必成。因此这类人的前途不可限量，不仅工作上大有作为，而且这辈子财运不断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，财富也会越来越多。另外，相术有云，通天文横贯手掌者绝少见到，有之者心硬手辣，必成大事。5. 通天文与事业线的区别。有些人容易将事业线与通天文混淆在一起，其实二者是有差别的。
事业线的起始点通常在手掌的根部，又称为玉柱纹，而通天纹的起点是在月丘。不过也可以将通天纹看作是一条特别的事业线，因为生有这条线的人本身就有着很好的事业运，只是比单纯拥有事业线的人更多了一份灵气，第六感更强一些。而且拥有通天纹的人通常对玄学或神秘事物有着天生的兴趣，天生与神佛有缘，所以人们才说这类人有沟通天地的能力，其实就是对一些神秘事物有一些感应能力吧。总而言之，如果你手上有这种神秘的通天纹，一生富贵真的是想之不尽。当然，相不独论，通天纹对人的运势影响仅仅是其中一部分。若想准确地了解一个人的命运好不好，建议结合八字、面相、紫微斗数等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，这样才更为准确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